这里是汉朝第3位皇帝汉文帝的霸陵，大家可以看看，这个跟西汉其他皇帝的不一样，他这个是因其山不起坟，就有山就不用单独在平地起一个坟，就跟我们西汉其他皇帝一样，他是平地封土堆的，他这个不一样。所以霸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杂学的帝陵，唐朝基本就是这种，对唐朝的帝陵的建制影响很大。它这个也是西汉独一无二的，西汉我们看茂陵、长陵都是平地起坟，就是一个封土堆形式的，所以霸陵是因山为陵，不复起坟，就没有封土可循了。这个为什么叫霸陵？因为它这个山呢对着灞河，所以就说叫霸陵，并且这个地方叫凤凰嘴，上面就是白鹿原，它的陪葬旁边就是它皇后窦皇后，就在这个白鹿原上面，是封土堆形式。为什么霸陵会在这个地方，不在咸阳园？听说啊，也就传说可能有一个这个说法，就是说啊，招募制度就跟我们清朝一样的，清东陵、清西陵一样的招募制度，可能这里也是一样的。但是从古至今呢，也有很多推测啊，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汉文帝的真正的安葬所在地？因为他的皇后啊是埋葬在白鹿原上面，而且是用平地起坟、封土堆的形式，它就不一样，所以一直都有这个疑问。而且真正算起来，如果汉文帝是埋葬在这里，那么他跟他皇后的墓葬离的距离相当远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按照现在来记载，这里就是霸陵，就是汉文帝的安葬所在处。霸陵呢，其实也是开创了薄葬之先河。在他之前呢，帝王陵安葬都是非常豪华的，它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。这里面呢就是陵园，它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发，所以就是一座山。可以看看这里还有很多那个废弃的建筑材料。这个地方啊，很多还有说疑问，因为为什么刚才说了，它这个霸陵啊，就是汉文帝的陵墓啊，跟西汉其他皇帝的陵墓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这里呢是依山为陵，就是可能在山里面凿了一个洞。在里面有地宫，跟那个封土堆不一样，封土堆是在平原里面弄一个山丘出来一样的，所以说这个就非常奇怪。如果啊汉文帝真的站在这里，他估计啊，我估计地宫啊应该就在这个地方，前面这里应该是墓道，慢慢进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就跟乾陵一样的，还有那个九重山的那个李世民的一样的。可能里面也很大，皇帝的话肯定是有金缕衣衣的。我们来说一下汉文帝的故事啊。汉文帝啊是文景之治的开创者。其实啊，大家都知道汉文帝刘恒能坐上帝位啊，挺偶然的。当时吕后掌权嘛，后来吕后死掉了之后，当时的陈平还有那个周勃啊进行诛吕，就是把吕氏家族的人全部灭掉了。然后呢，选谁当皇帝呢？当时有一个其他的诸侯王叫刘长，他想当，但是陈平跟周勃呢，他们考虑嘛，肯定要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刘邦的儿子啊，根基比较小的来当帝位，就是我们常说的，可能相对来说好控制嘛，会听话一些。结果呢，他就选中了刘恒，因为刘恒嘛，在刘邦的儿子里面相当的比较低调。我们古时候常有一句话说，不争即是争。结果呢，他比较低调，当时是叫代王。所以说，陈平跟周勃这些功勋集团呢，就选择刘恒当皇帝。结果呢，刘恒的手段比较厉害，来当皇帝之后，慢慢的很快就掌握大权了，也不是慢慢的。后面陈平跟周勃这些，就我们常说的退了一样的。所以说汉文帝非常厉害，简单一点呢，就是他这么登上帝位的，并且呢，汉文帝呢，他的老婆也非常厉害，就是我们后面说的会去看的窦皇后陵、窦太后，这个在汉武帝时候啊，还能掌握大权。下面上来的，他死后之后，汉武帝才掌大权。有一部电视剧啊，讲述的是汉文帝的故事，叫《大风歌》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讲述了汉文帝登上帝位的一系列措施。他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一位君主啊，
开创了文景之治。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白鹿原，正好在那个凤凰嘴的上面，大家可以来参观一下这个霸陵。